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那么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为《流放之路2》琉璃个人使用的女术士风暴召唤者在剧情阶段的开荒玩法的构筑，还有一些呢我今天总结的新手入门项的内容分享。这主要包括了前期2套的开荒技能和使用说明天赋的加点和取舍，新手开荒阶段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前期对装备的一些小操作和剧情阶段的装备词缀推荐。那么接下来说一说11级前后的2套技能早期我推荐你使用官方的火墙加电球构筑，这套构筑的核心思路呢是利用电球的多投射物吃火墙的点伤，以此来达到快速清理群怪的目的。近距离电球的重复命中也能让我们对 BOSS 和精英有不错的输出能力。那在前11级的时候，这2个技能组合呢，配合能击退近身敌人的冰环，可以让我们相对平缓的度过。而11级之后，我们就可以只有双爆这个技能了。这个技能呢，可以引爆被冰冻敌人，造成大量伤害。如果对寒冰弹使用，还可以直接引爆寒冰弹。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的核心操作手法就是手动引爆冰球。我们给寒冰弹带一个多重投射的辅助宝石，然后呢再给双爆连一个释放的辅助宝石。这样呢，我们一次寒冰弹就能丢出3个球，然后对着球按一下双爆，就能引爆3个球，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还有非常大的概率直接冻住怪物。前期呢，兵法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控场和配合冰爆的高爆发。我们从技能里还能非常简单的获取2个减抗的手段配合我们的天赋，可以让寒冰法术在前期打出非常稳定的爆发。在第2章结尾的 BOSS 呢，我单刷2分钟不到就打死了。而如果你想要快速清图，还可以选择用冰霜信心来配合双爆冰霜信心连一个急动拍2下双爆直接秒杀就好了。不过就算有了稳定的技能组合，想要开荒顺利的话，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琉璃这一次流放之路2从下载游戏和整个开荒的流程呢，都一直是用它来加速的。今天它还更新了一个专用的一键下载节点让我在更新游戏补丁的时候也能快人一步。游戏内呢更是12个小时都没有掉过线。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迅游的话，你可以在它的加速器界面这里输入漏球琉璃这个口令码来白嫖到加速时长，试用之后效果不错，你再购买就好了。言归正传接下来是琉璃目前的天赋加点。那需要注意的是，流放2的天赋树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前期还是很简单的。就以我目前这个天法的天赋为例，那就是直接往最外沿这个增加冰冻技能等级和冰冻累积的这些大点去，中间主要拿的也是增加元素伤害法术伤害、冰霜伤害这样纯粹的点其中的几个暴击点呢，则是我升华选了一个暴击触发元素风暴。如果你不选它的话，那么前期是可以不走这些点的。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在天赋线中间的属性页 PoE2 中呢，我们的辅助宝石容量和对应的主属性是有关的。主属性每5点都能让你多出1个宝石槽位。比如我这里有3个敏捷宝石，7个智慧宝石，那么就需要保证自己的敏捷不低于15，智慧要35。而装备和技能本身它也有属性的要求，所以呢这些节点就需要根据你的情况来进行分配像我之前带的是力量智力衣服的时候，这些小点我全部都选敏捷来接收宝石了。后面我换衣服了，就把它们换成了智慧的来维持技能，敏捷就用从其他的装备来找补了。总的来说就是只要你能保重最终的大点吃到，中间的各种小点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灵活安排的。那接下来是一些早期的新手枪的开荒指南。就如果你跟琉璃一样选女术士的话，前期用火墙电球开荒，你很可能会遇见怪物冲脸自己被围住打死的情况。虽然说可以依靠冰环来缓解，但我推荐你前期随便捡一个带骷髅召唤的权杖，它是可以帮你自动召唤骷髅这个技能的之后呢，有了条件你可以给这个技能上一个生命归能还能战斗续行4秒的辅助技能，这样在前期让骷髅在前面扛着，自己火墙电弧输出就很安逸了。前期呢，我们完成主线任务后会被 NPC 送一个腰带用的护符，这个护符是一个类似药水的充能消耗品我推荐你选择带冰抗的那一个，因为在第1章的 BOSS 它的冰霜伤害是很高的。前期呢，我们击败迷雾之王之后可以获得30点金魂，这个金魂是用来配合持续性的技能石来开永续技能的，推荐你用它来开极地装甲这个被动。右键点击一下这个技能启动之后，它会每隔一段时间给你刷一个近战盾出来。在开荒阶段，我建议你前期装备全卖了攒金币，攒到4-5千之后你再进行正常的回收处理。因为我们每升1级商店都会刷新一次，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在商店刷到可以用到第2、第3章的带技能项链的攒够钱之后就尽量分解装备吧。蓝装、黄装分解呢都可以出对应的通货碎片，而带孔的装备分解呢则可以出打孔的工匠石碎片这些碎片积累满了都会自动变成加工的通货。
但开荒阶段我们也不太需要对装备进行过多的加工，基本上用的最多的手段就是我们用蜕变石把普通装备变成魔法装备，或者是用增幅石来给魔法装备加词缀。大部分的装备只要2条词缀对了，就可以用比较久的时间了之后再慢慢刷怪慢慢换装备就好。不过呢，抗性戒指如果能有生命、抗性等词缀的话，你可以考虑用富豪石把它变成稀有的最后是前期的装备词缀的参考推荐，分别为武器、饰品、防具和鞋子3块。武器方面，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法术伤害、冰冷技能等级这2个一把武器有这2个词条就能用很久了。这类武器呢，一般是法杖或者单手杖。如果是单手杖的话，副手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想要更高的输出，你就带同样有法术伤害的法器；要防御的话，就可以选择带盾。带盾的输出虽然会低一些，但是硬度会高很多。在被怪物围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举盾扛一波集火，然后反手丢技能输出解围。剧情阶段，我们的饰品掉落是很少的，我建议你呢，戒指、项链和腰带这些有啥就用啥，有抗性血量这些防御词缀就很不错了。这个基础上，项链有技能，戒指有施法等输出词缀就能用很久很久了。而头、胸、手和鞋子这几个部位，我建议你尽量选择护甲或者是能量护盾的基底护甲是可以减免物理伤害的，能量护盾则是额外的血量。而至于他们的词缀，则尽量出那些生命抗性还有属性。属性可以用来开我们前面讲的技能槽的，生命跟抗性是用来拉一基线的，让我们可以扛怪2刀才死，做一个明白鬼。前期你缺抗性的话，可以回收一些带孔的装备，然后用工匠石给自己的装备打孔，再想想自己缺少上性的符文就好了。最后鞋子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这一座我们前期的移速来源就只有鞋子了，所以在推图的时候就尽可能找那种带移速的鞋子。打 BOSS 的攻坚环境，你可以找一双备用的鞋子带生命、抗性等属性就行了。这个鞋子呢，也没必要放在你身上，丢在仓库里，等打 BOSS 了再拿出来穿就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可以对你的开荒有所帮助。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